在讲《龙珠 Z》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回忆一下之前的剧情。在孙悟空打败短笛魔王之后，地球迎来了5年的和平时光。5年后的某一天，孙悟空的族人赛亚人来袭地球，以孙悟空为代表的地球保卫队奋起抵抗，合力将赛亚人代表团的贝吉塔、纳巴、拉蒂兹打败，但地球代表团也做出了重大牺牲。孙悟空重伤，天津饭、饺子、雅木茶阵亡。最大的损失是短笛大魔王也被杀死，与短笛绑定在一起的天神也消失了。这就意味着地球上的龙珠失去作用，天津饭、饺子和雅木茶不会再复活，短笛1条命抵了4条命。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，克林想起了贝吉塔说过的话：短笛和天人是纳美克星人，那里的人有制造龙珠的能力。所以，只要到达纳美克星，那么就可以得到龙珠许愿。就这样，众人为启程纳美克星开始做准备。龙珠 Z 最精彩的冒险——纳美克星篇章正式开启。地球距离纳美克星相当遥远，就算是用布玛家族最先进的引擎推进器，也起码要4000多年才能到达纳美克星。赛亚人纳帕来袭地球时留下的飞船，又被布玛搞得不小心自爆了。最后还是波波帮助大家解决了这个头疼的问题。他带着布玛找到了很多年前天神来到地球时乘坐的飞船，这个飞船从地球到达木星只需要一眨眼的时间，所以用它前往纳美克星根本不是问题。布玛的父亲率领工程师团队对飞船进行了修复，飞船修好之后就要决定由谁去往纳美克星，与纳美克星人谈判了。布玛作为唯一的技术人员必须跟团，波波是神殿看守，他无法随布玛去往纳美克星，而孙悟空伤势过重，此时钢小仙豆又缺货，所以暂时也无法行动。布玛将目光投向了克林，克林很想留在地球进行训练，不过目前找到纳美克星人召唤神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，克林只好答应加入纳美克星旅行团。孙悟饭纠结良久，终于开了口，自告奋勇随布玛和克林一起组团。琪琪当然不肯答应，这一趟旅程充满了凶险和危机，哪个母亲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送死，更何况悟饭此时只有4岁，而且这一去最少要2个月，学习怎么办？作业怎么办？悟饭坚定地说：“我想要救短笛叔叔，而且赛亚人已经威胁到地球的存亡了。地球如果没了，穿啥吃啥，吃穿都没了，你还臭美啥？还做什么作业？学什么习？”可怜孙悟饭年仅4岁就已经肩负起了拯救地球的重任。在孙悟饭的坚持下，加上布玛等人的极力劝说，琪琪只能无奈答应。10天后，纳美克星3人旅行团在龟仙屋集合，登上了宇宙飞船。琪琪依依不舍地和悟饭告别，宇宙飞船腾空而起，几秒钟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里，冲出了大气层。半路上，布玛突然问出了关键性的问题：那个叫贝吉塔的赛亚人被打败后会逃去哪里呢？赛亚人星球不是早就被毁灭了吗？记得孙悟空的大哥曾说过，赛亚人的工作就是寻找有人居住的星球，入侵星球，消灭星球原住民，然后再卖给外星人。布玛3人突然看到飞船外面有一个亮光短暂闪过，雷达显示有东西正急速靠近，接着飞船传来警报的鸣叫，窗外一大群小型飞船从黑洞洞的宇宙中浮出轮廓，不等布玛3人做出反应，飞船群便开火攻击，好在没有伤害到船体。布玛用刚学习来的纳美克星语命令飞船反击，这纳美克星的科技属实很厉害，几下子就将前方的飞船群打散了。等等，现在高兴还太早了。前方突然出现一个黑影，应该是敌方主舰。待双方靠近时，布玛惊呼不得了，前方驶来的居然是另一艘纳美克星飞船。更诡异的是，突然出现的这艘飞船好像是镜像一样，与布玛3人乘坐的飞船转向同一个方向。就在布玛等人以为要撞个机毁人亡的时候，飞船仿佛沉入水中一般，在一片涟漪中消失在了空荡荡的宇宙。等到布玛3人醒来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置身在一个更巨大的空间里。这里说不好是大型宇宙飞船，还是什么外星基地，亦或者也可能是他们一直寻找的纳美克星。布玛3人走在巨大的空间里探险，经过一连串危险的陷阱后，3个人顺利的被抓了起来。布玛被4杆洋枪堵住了嘴巴，包围他们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小屁孩。悟饭和克林一脸懵逼，这是宇宙童子军吗？这时，童子军中走出了一个孩子王，口口声声称布玛3人是侵略者，要把他们打死。克林和悟饭见这群童子军好像无法沟通，决定暴气突围。
众童子军被克林和悟饭身上的气魄所威慑住，孩子王举枪指向克林，威胁他道：“我很难搞啊，不要看我好好先生，我真的很难搞。”其他人让孩子王下手杀死布马3人，这3个家伙一定是弗利萨的手下。孩子王准备扣动扳机，然而此时飞船航进了陨石群里，船体发生剧烈摇晃，船上一片混乱。克林和悟饭趁机救出了布马，3人准备抛弃这群童子军跑路，但是克林和悟饭实在不忍心把这群孩子丢在这里等死，于是折返回去。布马无奈也加入其中，在3人的帮助下，飞船顺利地通过陨石群，恢复了正常。原来这群童子军是一群失去家园的流浪儿童，他们的家乡遭遇弗利萨军队的袭击，大人们都被杀死了，孩子们被送上这艘镜面飞船，逃出了星球，从此以后流浪在宇宙里。他们知晓一个曾经与家乡星球有商贸往来的地方，也许那里会收留他们。布马3人告别了这群童子军，继续向纳美克星赶去。那么他们口中所说的弗利萨又是谁呢？赛亚人的工作就是入侵其他星球，消灭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，然后卖掉。从孩子王的话中可以得知，这个叫弗利萨的人似乎和赛亚人做着同一种勾当，难不成他们是同伙？事实正是如此。童子军为布马指明了一条去往纳美克星的近路，他们离开地球还不到10天，就找到了纳美克星，省去了一大半的时间。在这里，他们见到了2个纳美克星大叔，大叔非常亲切，帮助他们一起寻找龙珠。布马3人与大叔一起在岛上展开冒险。布马凭借着自己的龙珠探测雷达，在1天的时间里就找到了3枚龙珠，可以说是经历了9死1生。第2天，寻找龙珠的冒险继续，但就在马上要收集全7颗龙珠的时候，悟饭和布马双双被控。原来这里根本不是纳美克星，这2个秃子大叔也不是纳美克星人，这个地方是宇宙的垃圾堆星球，全是垃圾和各种变异的怪物。眼前这2个红皮家伙是遭遇宇宙潮流迫降到这里的，因为宇宙飞船损坏，所以无法离开。刚好布马3人来到了这里，红皮怪兽通过窃取布马3人的记忆，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因此假扮纳美克星人来迷惑他们，目的就是要抢走布马3人乘坐的宇宙飞船。这2天内，布马3人所看到的一切事情，包括收集到手的龙珠，全部都是幻觉。红皮怪兽抢了布马的龙珠雷达，准备把布马3人丢在这里，他们2个乘坐飞船去寻找龙珠。不过这2个家伙弱的一批，克林和悟饭不费吹灰之力便将2人解决掉了。可恶，不知不觉又被水了很多时间。3人再次乘上了飞船，飞船起飞。这一次，他们真的到达了纳美克星。另一边，重伤的贝吉塔乘坐飞船离开地球后，来到一个重兵把守、充满高科技的星球，这里就是弗利萨的基地——弗利萨行星79号。星球上的酱油小兵们一见是贝吉塔王子回来了，立即列队迎接，将重伤的贝吉塔放入一个注满液体的仪器中疗养。地球有仙豆，外星有水疗。在这些长相奇特的科学家们的一番操作下，贝吉塔满血复活。不过他的尾巴没能恢复，以后也不会再长出来了。科学家很好奇，贝吉塔在公认战斗力最弱鸡的地球到底遭遇了什么，竟然险些送了命，连战斗服都被打得千疮百孔。贝吉塔默不作声，一想起那不堪回首的记忆，他的心头就会涌出一团无名怒火。贝吉塔随口问道：“弗利萨大人在基地吗？”科学家们回答：“他已经出去了。”贝吉塔一出门就碰见了弗利萨的手下鲶鱼精秋怡。贝吉塔对秋怡这等又弱又爱玩的角色根本不屑一顾。秋怡向贝吉塔爆出了一个猛料：弗利萨已经率兵前往纳美克星，他知道了龙珠的事情，准备集齐龙珠，让自己长生不死。贝吉塔一听，立刻慌了神。作为赛亚人王子，贝吉塔可不甘屈居人下，他一直想利用龙珠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赶超弗利萨，结束自己打工人的日子。如果让弗利萨抢先得到龙珠，那自己的梦想不就破灭了？事不宜迟，贝吉塔狂奔出去，一脚踹进飞船，10万火急向纳美克星赶去。格局小了，贝吉塔王子。弗利萨的终极愿望只是想长高5厘米啊！另一边，到达纳美克星的布马搬出一台复杂的仪器。诸位小伙伴没去过外太空，可能不知道，到了一个新的星球不能盲目的离开飞船，否则很容易落地成盒。首先需要调查一下大气的成分，还要准备防辐射宇航服、氧气罐以及各种保命逃生的器械。为了防止小伙伴们模仿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布马调制好仪器，抬头一看，我靠！克林和悟饭已经离开飞船，踏上纳美克星了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。希望小伙伴们将来去往其他星球的时候不要学习啊！
纳美克星的地貌与地球很相似，温度和气压与地球也一模一样，可以说是另一个地球。布玛拿出龙珠雷达一看，附近果然有好几颗龙珠。就在布玛和克林高兴的手舞足蹈的时候，悟饭惊呼不妙，有一股很强的气息正由远而近，快速飞来。不是一股，而是很多股强大的气息。布玛自我安慰道：“一定是纳美克星人。剑王大人曾说过，纳美克星人的个性都是很温和的，不用怕。”克林干笑了几声。这时，空中有一道亮光划过，三人一看吓了一跳。这个飞船看着分外眼熟，那不就是赛亚人入侵地球的时候乘坐的飞船吗？不用想，99.99%是贝吉塔。布玛欲哭无泪，回家吧，我有点想我的妈妈。但克林说，如果龙珠落入贝吉塔那种邪恶之人的手中，宇宙都要陷入危险。布玛紧急联络了龟仙人，将这里的情报传回了地球。这时，克林和悟饭惊愕地发现，又一颗圆形飞船着陆。看来这纳美克星处处暗藏杀机。此时，在纳美克星的一个村庄，弗利萨坐着摇摇车，率领手下袭击了这里。他们干掉了生活在那里的纳美克星人，抢劫了龙珠，让赛亚人王子贝吉塔都恐惧的弗利萨大魔王终于登场了。克林等人能否从弗利萨手里顺利保命？我们下期继续来说。